今天要分享的是我7月初去京畿道春川参加的 Deepwater Sailing Festival。活动一共只办了5天，分别在7月的前2个周末，7月5号到7号，还有12到13号。朋友约我的时候，那个周末刚好有空，所以我就参加了7月7号的场次。老实说，在朋友邀请我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攀岩还有这种形态。不过因为我超爱跟水有关的任何活动，加上是攀岩，又是在我爱的夏天，简直就是我的梦幻组合，所以我就满心期待也去了。当天我是从首尔的高速巴士站搭大巴到春川，再转公车到活动场地，所以大约1个多小时的车程而已，没有很久。不过题外话是，我平常都是用手机 APP 买票，上车时打开 APP 刷里面的 QR code 就可以了。但这次竟然是要先把票印出来，所以我就又匆匆忙忙的冲出去最近的机器去印那张票，还好有赶上公车。对，不过回来看影片的时候才发现我手上的豆浆没有喝到就不见了，超气的。那是在公车上睡太死。后来抵达春川巴士站的时候，差不多11点多。不过因为是在荒郊野外的地方，所以等了20多分钟，去活动场地的16号公车才到。不过还好，上公车后搭大概10多分钟就到站了。不过我下车的那个站真的是四周一片荒芜，我内心非常害怕，一心只想赶快找到活动场地，所以就没有 vlog 太多影片。而且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Naver Map 也不是很给力，定位一直跑来跑去。要不是那个时候一直有车子经过，不然我真的觉得我随时都会被绑架。然后后来我是因为隐隐约约的有听到一些音乐声，我就会沿着那个模糊的音乐声找到了活动场地。对，这边就是我下车的地方，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高速公路路边。还好有顺利的找到活动场地。不过抵达的时候其实有点小失望，因为场地比我想象中小很多，就只有4个场面，然后一堆人挤在那前面排队，周围的美食车也不多。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比朋友们晚到，想要赶快参与，所以我就速速报到之后，随便拍了一下，衣服一脱就去玩水了。然后报到的时候，他们给了这张小卡跟一个 wristband， 你破了一关的话可以打一个洞。我一共玩盘了4条，但是其中一个他们说只是给大家暖身的，另外一个是他们后来加上的，所以没有那个数字，所以我最后只打到2个洞。근데 방영이도 팔다리가 많이 길어서 가자 너 다 쫓겨나 일어나 아니 할 수 있어 할 수 있어 야 그냥 뛰어 다리 일어나 뛰어
너 충분히 해. 나이스! 너무 잘했다. 한 번 더? 아니 무서워요. 에이, 발 올리면 금방일 것 같은데. 나이스. 제 신발가 열고 가요. 나이스. 누가 훔쳐가진 않으면. 일반인 참가 신청을 이제 서서히 마감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. 파이팅! 파이팅! 위에! 나이스! 나이스! 손 안 좋아 조심해. 나이스. 제대로 잡아. 와, 예쁘다. 나이스. 다 왔어. 나이스. 다영이 마지막. 합선해야지. 나이스. 파이팅! 나이스. 발 올리자. 인으로 나이스. 다영아 피스 있어. 할 수 있어. 나이스. 나이스. 아웃으로 가자. 한 번을 가야 돼. 할 수 있어. 손 나이스. 나이스. 좋아. 충분히 다. 너 충분히 다 할 수 있어. 다영아 발 밀어. 오른발 벽 밀어. 가자. 뛰어. 런지야 할 수 있어. 리치 믿지 마. 나이스. 자, 적당히. 됐어요. 여덟 주죠. 주. 哎，不要抓到我！哎，看得到吗？哦，你等下会配音吧？会啊，根本就会被家暴啊！我看这个
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次活动的感想。就是我觉得活动本身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然后就都很新鲜。对，好烂哦。不过题型本身的话，我是觉得没有那么有趣啦。当然他们是有难的路线，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是有在攀岩的人，你应该都可以预测到要怎么爬，可以玩盘。对，虽然我没有爬很多条，但我觉得你只要是有一定基础的人，这些路线对你应该来讲都不会太难。不过也可以理解，因为毕竟不是在陆地上做这件事情，主办单位应该也是想说，希望让大家体验深水攀岩，攀完之后掉到水里的感觉，所以才没有花那么多心思在设计路线上。对啊，所以就路线本身是没有太复杂。对啊。不过我觉得，因为你会掉进水里，所以你会比较没有那么勇敢，你会少掉在陆地上的勇气。对，就是怎么讲？因为你希望你抓到下一个点的时候，你是安全的，所以是你可能会死命抓着前一个，然后你的姿势就会走样。大家应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吧？就你通常抱死的时候，你抓下一个点，可能你的其中一只手或者一只脚会稍微要离开一下，然后因为你知道你其他的四肢是很稳的，所以你并不会担心太多。但是因为你在深水抱时，就是至少我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有些把手就是真的是有点滑，你就会很怕，就是我一不小心是不是就会滑掉？对啊，而且我自己算是还蛮喜欢玩 Dino 的人，假如去一个岩场，然后他们有 Dino 的题型，我通常都是会去挑战的，只要看起来不要太困难，我通常都是一定会去试。然后再加上我的身高也算高，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有优势。然后 Dino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，抓到就非常开心啊，所以我还蛮喜欢 Dino。不过这次在这个活动的那个 Dino 路线，橘色的那条，我站起来的时候，其实它离我蛮近的，对，就是我这样起来的时候，其实它并不远，但是就还是会怕，你就是还是会怕你会滑掉，所以就导致我那时候在跳的时候，其实我脚真的起不太来。我在第一个那个小跳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应该也是没跳起来，我应该就只是脚这样稍微踮起来而已，对啊。然后第二个虽然有抓到，但就滑掉了，对啊。然后我觉得我在上面的时候，我脑子会一直想说，我是不是等一下就要滑倒？我是不是等一下会抓不住什么什么的？我脑中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恐惧，对吧？而且就连你下一个抓点是一个 jog， 你也会想说，我的手会不会这样放进去，然后就滑出来？就是对，就是会怕。所以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觉得你其实只要克服巨高这个问题，还有你脑子不会一直想说会不会滑掉，掉到水里怎么办？虽然这些活动本身就是要让你掉到水里，但是你在上面的时候不去担心这件事的话，我觉得题型一点都不难。对，然后缺点的话，就是因为题型不复杂啦，有些路线你爬完就比较没有那么成就感。然后因为活动只有几天的时间，加起来一共只有5天，所以每一个路线都要排队，就连是简单的也要排队。然后他们还有中场休息时间，像我跟我朋友那时候本来在排其中一个路线，然后排到一半就被叫去休息了，然后就是要等1个小时再重新去排队，所以就是要排队这件事情会稍微有点烦躁，因为你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然后加上我们那天天气还是阴天，所以其实你上岸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冷，所以这些是我想到的缺点。不过他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活动，像是有什么抽奖啊、组队竞赛，还会有 DJ 在旁边放音乐，有人在主持什么的等等。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玩到很多
深水攀岩的话，你说不定还可以抽个什么奖项回家。不过我跟我朋友，因为那天其实就有点累，然后我们还要回首尔，所以我们大概玩到下午2、3点，然后就去吃东西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对，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。然后，如果他们以后还办的话，应该还是会去。我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想要真的去大自然去攀，然后掉到海水里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啦，拜拜。